Nick 在尝试了一段时间的纯素饮食后，发现他的胆固醇水平竟然上升了。这种反常的结果让他感到惊讶，胆固醇不仅没下降，反而上升了。尽管摄入的饱和脂肪减少了，膳食纤维增加了，甚至改用种子油， Nick 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LDL 竟然上升了 14%， 这个涨幅不小。如果你是一个素食者，或许会质疑为什么 Nick 的胆固醇在素食的饮食下反而升高，而他正打算揭示其中的奥秘，展示这是怎样一种生理反应而非偶然现象。接下来他将解释这个变化的原因，也会分享为何这个现象值得关注。欢迎来到雅说健康，我是您的虚拟主播小雅。今天让我们再次聊一聊关于 Nick Norwitz 这位大胆前卫的科学家最近的一次个人实验。首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。Nick Norwitz 是一位研究代谢健康的神经科学家和医生，拥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和牛津大学的医学背景。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颇有成就，还对生酮饮食、低碳饮食以及代谢健康领域充满热情。他对健康的探索并不局限于理论研究，而是通过自我实验和实践来深入理解身体如何运作，尤其是在控制胆固醇和改善代谢方面。Nick 也积极倡导科学的民主化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借助科学的力量掌控自己的健康。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验揭示了许多饮食与代谢之间的复杂联系，尤其是在不同体型和活动水平下的胆固醇反应。他的实验为一些特定饮食、体型和血脂分析提供了重要的见解，因此吸引了众多关注。在尝试了一段时间的纯素饮食后， Nick 惊讶地发现他的胆固醇水平反而有所上升。为了详细展示他的发现， Nick 先描述了他在切换至纯素饮食之前的基础饮食习惯。在正式尝试纯素饮食的前一周，他严格遵循了一套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。这份饮食包括牛肉、鸡蛋、鱼、奶酪、黄油和希腊酸奶，几乎可以说是纯肉饮食了。唯一的例外是他偶尔会加入特级初榨橄榄油和澳洲坚果油，这两种是他最喜欢的脂肪来源。随后 Nick 切换到完全纯素的生酮饮食，并严格遵循了一周。他的饮食重点转向豆腐，此外还加入了植物蛋白粉，以确保蛋白质摄入与基础饮食一致。同时他也摄入菠菜、孢子甘蓝等绿色蔬菜，甚至偶尔加入一些黑巧克力和坚果酱作为额外的脂肪来源。他在纯素饮食中的脂肪摄入主要来自澳洲坚果油、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高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亚油酸的烤芝麻油。Nick 详细记录了两种饮食的宏量营养素分布。在以动物性食品为主的生酮饮食中，他每天摄入320克总脂肪，其中121克为饱和脂肪，9克净碳水化合物，没有纤维，135克蛋白质。切换到纯素生酮饮食后，脂肪摄入降至158克，饱和脂肪量降至29克，远低于肉食生酮饮食的水平。同时他的净碳水化合物增加至29克，纤维量增至21克，蛋白质则仍为135克。Nick 坦言，在纯素饮食期间，他的胃有些不适，这种情况其实之前也曾发生过，是一种他身体的特有反应。虽然他摄入的总脂肪减少了，尤其饱和脂肪大幅减少，纤维增加了，且完全没有摄入胆固醇。Nick 的总胆固醇和 LDL 脂蛋白在纯素生酮饮食期间还是有所上升。他对这个现象的揭秘源于一个意料之外的原因：热量。在动物性食品为主的生酮饮食中，他每日摄入的热量为3479卡路里，这大致是他的维持热量，因此体重保持不变。而在纯素生酮饮食中，他将每日热量的摄入减少到了2054卡路里。Nick 解释说，虽然他并不完全认同卡路里导致肥胖这一说法，但从生理角度来说，卡路里仍具有一定的意义。一次较大的热量骤减短期内往往导致体重下降。通过必要的实验方法，他在纯素生酮饮食期间的体重减少了大约2公斤，这也是推动其 LDL 胆固醇上升的原因。Nick 指出，这一现象在瘦人群中较为常见。根据他和同事，包括其好友 Adrian Sotomota 教授，共同发表的41项人类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，他们发现低碳水饮食中的 LDL 胆固醇变化与身体质量指数 BMI 之间存在反向关联。
实际上，当 BMI 低于25的瘦人群转向低碳水饮食时， LDL 胆固醇反而会上升，且 BMI 越低 ，LDL 胆固醇的上升幅度越大。Nick 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他的脂质能源模型。该模型解释了瘦人在从碳水化合物燃烧转向脂肪燃烧时，肝脏会生成更多含胆固醇的颗粒，以传递脂肪燃料三酸甘油酯到肌肉并重新填充脂肪细胞。因此，体重较轻且活跃的人在生酮饮食中的 LDL 胆固醇会出现显著上升。需要强调的是 ，Nick 在代谢上具有特例性，但这种反应适用于其他低 BMI 的瘦翘且活跃的人群，即所谓的受体型高胆固醇反应者表型。他的朋友 Dave Feldman 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，从标准美国饮食切换到纯素生酮饮食，结果与 Nick 类似。Nick 的实验并非偶然，而是基于对生理学的深刻理解后所预测的反应。这种现象首先通过个人实验得以验证，随后在干预试验中证实。这项实验展示了科学的民主化。Nick 相信每个人都能掌控自己的代谢健康，参与自己终身的健康探索之旅。这并不是关于你是否应该吃鸡蛋或奥利奥饼干，或坚持肉食或素食。Nick 强调，他的目标并不是告诉你吃什么，而是希望你能感受到自身健康的掌控力，因为健康最终掌握在自己手中。Nick 的这个故事不仅引人入胜，还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和饮食关系中的复杂面。他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展示了科学家应有的大胆尝试与热情，通过各种饮食切换探索个体生理反应，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现象：受体型人群在较为极端饮食下的独特胆固醇反应。这样的现象不仅是一个科研上的发现，更像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提醒。个体差异才是健康之谜中不可忽视的线索。Nick 所倡导的健康民主化理念其实相当发人深省。我们可能会觉得健康就是遵循一套几十年不变的通用标准，比如少吃肥肉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少油、少盐、少糖等。可是 Nick 的经历似乎反复在告诉我们，健康并不是简单的少与多能决定的，而更像是一次个人化的探险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健康钥匙，只要敢于尝试、探索，甚至在自己身上进行一点科学实验，我们或许都能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健康模式。最终 ，Nick 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科学探索，更是一种对自我健康的掌控感的宣扬。无论你身处何地，饮食如何，不妨像 Nick 一样，尝试用科学的视角探索自己。谁知道呢？也许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属于自己的健康秘密公式，开启一段充满个人色彩的健康旅程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，期待您的点赞订阅，我将持续为您更新有趣实用的健康资讯。我们下期见。